嗨，我是无敌兔。很早以前我就想做可颂，这个月在小伙伴们的激励下，终于开始了集中练习，并且达到了我预期的稳定状态。我用的是开酥机，手工开酥的小伙伴也可以看看这一期，因为机器开酥和手工开酥的大部分知识点都是相通的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单杯面团的面粉我试过几种，最难操作的是伯爵羊角专用粉。我试过揉到不同的状态，冷藏1到2天，擀开的时候都回缩得很厉害。但它也确实能开出漂亮的层次。我用下来比较顺手的是拿破仑，成品状态跟伯爵羊角粉不相上下。我还试过2次80%王后柔风加20%南顺英皇精盐低粉，目前得到最好的组织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今天的配方来自彭福东老师，有改动。屏幕上的所有材料一起放入揉面缸，揉到粗糙厚膜就可以了。我用的厨师机是海士 M6，3档1分钟加6档4分钟出缸。揉完的膜是这样的，厚且粗糙。我试过揉到7分，但是组织不如厚膜好。出缸面温大约26摄氏度，整理成团拍扁。我用艾瑞斯 A800 发酵箱，28摄氏度，湿度75%，发酵30分钟。如果面温太高就缩短发酵时间，面温过低就酌情延长，发酵格大差不差就行。发完裹起来，冷藏隔夜后再使用。建议冷藏时间最短也要4小时以上，时间能带来美丽的气势。我试过最长冷藏2天再开酥，成品也很棒。开酥前先准备黄油，配方里使用的是100克冷藏黄油，图上的这些我都用过，最不推荐的是飞雪，它的片黄和黄油砖韧性都不算特别好，擀压容易裂。伊丝妮和雅高乐用起来就很舒服。今天用的这款总统按压的时候也能感觉到韧性略微差一点，但是几乎不影响操作，成品也不错。不管是片黄还是黄油砖，都可以先敲软，再擀成方片。果油脂机就用开酥机压成型更省手。成型之后需要先冷藏到柔软且能轻松剥离油脂的程度，如果软趴趴黏糊糊就需要继续冷藏。黄油太硬也不行，擀压容易断裂，导致烘烤漏油，出现脆的口感，扎嘴。适合开酥的室温和黄油温度大约都是15到20摄氏度。冷藏黄油的时候，把面团取出来，压成黄油长度乘以2倍黄油宽度的大小。这个时候面团温度大约是5摄氏度，把黄油盖到面团上，切开两侧的面团，放顶部压一压。看看这是不是？是的。啊，我来。OK， 这一下放上去，然后稍微拉一下，这样让4面黄油都露出来，可以减少擀压后的边角损耗。可以直接搁一下。把面团的2面都沾上手粉，开始擀压。我用的是高比克的桌面开酥机，但它打开长度有1.3米，于是桌面开酥机变成了桌下开酥机。每擀压1次都要调低刻度，厚度从15毫米到10毫米到7毫米再到5毫米，每次的高度不要调太多，以免面团和黄油断裂。我这台机器实际的5毫米大概在刻度3.5，我会开到宽度15乘以20厘米之间，长度不限。如果用手工擀压，每一轮最好都在3分钟内完成，以免面温过高导致混酥。压完之后切掉2头不规则的面团，4折一次。如果面团和黄油都不算太软，室温也不高，就可以接着开第2遍。如果软了，那一定要裹起来冷藏20到30分钟之后再开。第2遍还是从15毫米依次开到7毫米后，我还是会开到宽度15到20厘米，长度不限。开完之后精确一点，做3折。裹起来冷藏20分钟。取出之后，先把宽度开到想要的数值。假设你想要切完的三角形高20厘米，那就把宽度先开到20厘米，接着转90度，继续分次压到厚度4到5毫米，长度不限。切完多余的边角之后，就正好到目标宽度。
切下来的边角料可以当老面，加到下次的可颂面团中。我估算的面团额外含油量大概是20%，也就是说每50克边角料中额外含有10克黄油，这样你就可以刨掉煮面团中相应的黄油，又省钱了。切除四边之后，标记好想要的分割点，切三角形。我比较喜欢17到20厘米高、8到9厘米宽的小三角，轻轻顺一下，拉长一点。底部切不切都无所谓，不会大范围的影响组织。顺着轻轻卷起来，压一下可以让可颂发酵后不会歪掉。中发的环境也是28摄氏度，湿度75%，我通常要发酵140分钟左右，这里的时间仅供参考，以发酵状态为准。发酵到羊角的尖端和第2层出现层次分离的程度就可以了。我的烤箱是海式 SP50层炉，预热到上火215度，下火170度，记得把风门全开，这样可以让可颂更酥，更容易上色。你也可以用风炉185度烤13分钟，用蛋液加大约1/3的牛奶，搅匀后刷到发酵好的可颂上，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烤13分钟左右至通体金黄，一定要烤透，不然出炉会出现这样的组织，就挺伤心的。烤好立即正盘出炉，如果你忍不住想看组织，热切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放凉之后再切可能会有更大的惊喜。好啦，我的经验点都讲完了，祝你做出心目中完美的可颂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永远好奇，我是无敌兔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